2026年其实才刚开始没多久，1月份已经爆发了很多场的地缘政治上面的冲突。我们在节目上已经多次的提到，我再为观众朋友稍微整理一下今年1月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情。首先，1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就已经针对委内瑞拉首都发动了这个绝对决心的行动，逮捕了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洛，这是第一件事情。再来就是伊朗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火持续的扩张当中。那第3件事情就是川普在1月中说的，他说要接管格陵兰，后来还好是在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斡旋协调之下，危机稍微好像暂时落幕哦。那么最后一个就是1月29号的时候，川普针对古巴签署的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并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对所有提供给古巴任何石油的国家都会课予全新的一个关税制裁。2026年的地缘政治危机的热点可能会落在哪里？厉将军怎么看？2026年地缘政治的危机，我认为会落在3海。上海。3海，东海、台海还有南海。是。这个第一个，我们看东海，那现在不正是正在发生当中吗？这个中日两国由于高市早苗发表了那篇言论之后，就是台湾有事，就是这个日本有事啊。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任何松懈啊，包括在东海地区，从北边从渤海开始，黄海。那一直在东海都不断的加强演习，尤其是说让我们觉得说中国会加强东海会让我觉得中国会加强东海是他新建的2艘055大驱舰，就以前是没有，现在摆在东部战区，证明他对东海后续的重视。那台海当然不在话下了哈。这个台海当然很多的传言说，2027年是不是习近平要这个对台湾动手啊？美国来讲很多次的兵推也是这样子的看法，尤其是说，我认为两岸之间这个目前没有看到和缓，或者是在政治上面没有走向和缓的局势，所以我觉得台海也是这个也是未来2026年可能地缘战略上面来讲可能会爆发的一个热点。那再来就是南海。南海一直都是这样，尤其是菲律宾小马可仕总统，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任期。那在这段时间，他不断的愿意担任美国的马前卒，不断的在黄岩岛这些岛礁方面、领海方面挑衅中国大陆。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南海这边也都是这个，不管是全世界航运的一个要冲，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要进入到中东地区去，我们上次看到嘛，包括这次林肯号，它不就是从这个菲律宾的输入海进入到南海，然后再走到马六甲海峡才到印度洋那边去。那要不然它就是走巴士海峡。那另外这个还有很多，包括中国本身的航运的生命线、邮轮的运输这个还有商业货轮的运输，也都经过南海地区。所以说，中美两国一直在南海这边，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可能中国是不会放松，因为它基于这个南海是一直强调南海是它的领海。然后美国来讲，也认为这个南海地区是未来这个世界航运的一个要冲地区。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南海也必然是世界地缘战略可能会爆发的热点之一。好，所以我们看到2026年最危险的3个热点，其实都牵涉到中美之间的一个博弈。那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说，包括呢这一次我们看到从1月份开始的各种的地缘政治战争，好像都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好朋友。刚刚念到几个嘛，委内瑞拉、伊朗跟古巴，接下来是否川普还会针对其他也是中俄的好朋友来下手呢？有可能是哪一些国家？舰长又怎么看？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主持人说了，我们今年2026的1月开的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年你看的全世界在那里一团混乱。可是我倒不这样看，你要知道，1月是蛇年之尾，2月才是我们的马年的开始。所以我觉得，我中国人，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运气，蛇实在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动物。马还不错的，我们希望这一马当先。我希望从2月开始，整个世界局势能够有一个转变，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气象。这是我先说的这个。第二个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现在在很多地方惹事，但是他慢慢把他的重心放在拉美。前一阵子美国国务院才出了一个说，这是我们的半球，他的意思就是说，拉美这里的西半球是我们美国的。
那我们这里的人，好比说格陵兰、加拿大，一直到底下这个中南美、南美，全是我日本的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不要这样子进来。这是他真的一个想法。所以你看到他在这些动手的里面，委内瑞拉他动手了。那你说他将来会不会去对伊朗动手？我觉得那是一个抬高的绅士的在吓阻他，他不会把他的这个叫做军事，在目前他很繁忙的时候，他融出去。他现在在委内瑞拉，他又要想要对古巴，又想要对墨西哥，又想要在格陵兰，都在他的这个半球。他不太有能力在别的地方惹，但是他不希望伊朗这个事情扩大，所以他不会去打伊朗，因为他不想扩大，他只是在威吓他。那伊朗敢不敢打美国？也不敢打。伊朗就是说你不要打我，你打我就打你，所以最后这个地方会和平。那至于说北韩他绝不会打。因为北韩跟他那半球有什么关系？而且北韩有这个叫做核弹，你打我，北韩这种就是这种极权主义，他也丢你一个炸弹，他只要丢你一颗，丢到你纽约，丢到你华盛顿，你美国就基本上就是完蛋了。所以他也不会打他这里。这是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判断，就是，那他会不会去对我们好比说中俄的盟友动手呢？第一，军事不太可能。除非在那个叫做拉美，军事不太可能，那个大麻烦。但是经济，或是什么关税，他现在随时是这个私密扣你罚你关税多少，罚你关税多少，他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他认为那个东西很有效，那他会这种方面他会去。是军事方面的，只要离开拉美，他动手的机会不大。好，所以2026可以看到，川普在经济战的方面可能会加强。那还有哪一些2026的是川普的全球战略的规划？干哥又怎么看？那就先讲我们台湾嘛，对不对？我跟你讲啊，卢特尼克讲了啊，商务部长他说，台湾你2500亿投资美元是头期款，然后后面那个2500亿的工商投资也是头期款。那我们到底要投资5000亿美元？通通都投期款，后面要不要再加5000亿？没人知道。你等着川普他反正他初一十五不一样，你就等着看他心情好不好。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我现在要讲最感慨的，昨天刚刚达成格陵兰的框架协议，就是说除了主权之外我们什么都可以谈。也就是说，你想把我买走，这个现在不太能够谈但通通其他都可以谈。我们可以谈合作你的飞机要飞上来，你要弄跑道或者是你要挖这个稀土都可以谈，也就是说，美国势力要完全进驻格陵兰的话，他都可以谈。因为川普他讲的什么？他讲的是 Iron Dome， 就是金穹系统。我跟你讲，如果你格陵兰没有我美国的金穹系统那你以后就不会被俄罗斯吃掉，就是被中国吃掉。被中国吃掉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建一个金穹。你俄罗斯跟中国就进不来，这样我才能够保障北约的安全，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丹麦你不要再这样子拖三阻四，你不卖给我的话，你要跟我加强合作我现在有时候常常在想说，格陵兰好可怜它身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也就是丹麦完全不敢吭一声，你知道吗？他上个礼拜这个8国联军，8个国家一起联合上去格陵兰干嘛？去格陵兰警戒，你知道出最多兵的是哪一个国家？法国出几个人？你知道？15个人，出了15个人，你会觉得说，你看这些盟邦通都这真的很不够意思，都这不，然后他是最多的，法国是最多的第二多的是谁？德国出了13个人，英国是根本不敢得罪美国，英国只派了一个联络官去，瑞典还派3个军官去。总共37个人，坐不满一部大巴士，都上了格陵兰岛，代表我们都支持你丹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欧洲这些国家是孬种，而且他们完全不敢得罪美国。可是除了格陵兰，我觉得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但到了最后，格陵兰会不会真的成为美国的一省？我觉得是迟早。那你现在先看好，他对于古巴又开始了。古巴，我跟你讲，你现在跟古巴买石油，或者说你跟他的石油从委内瑞拉来的嘛，你现在只要买古巴的石油，其实坦白讲就是一石二鸟。
既对付古巴，也对付委内瑞拉。我要让委内瑞拉活不下去，古巴你也一样活不下去。我已经话讲在前面，你敢买它的，关税大战等着伺候你。还有最后就是，我认为啊，恐怕在年前伊朗会被制裁。